高德煌神回复：孩子睡觉打呼不能轻忽，如何判读健康警讯？黄医师，因为我本身很会打呼，所以我一直觉得打呼没什么，然后到最后才发现，哦，有一个叫做呼吸睡眠中止症，听说是那种会影响到脑还是什么，就觉得哇，打呼有那么严重哦。那其实我发现小朋友有些很会打呼，那我们这样子是不是就要紧张？如果他打呼的话，小孩打呼大部分是正常，好，如果你的孩子翻个身，声音就没有了，那基本上这个打呼我们不处理，好。那打呼背后有没有什么样的疾病要小心？第一个就是过敏性鼻炎啦。如果你的孩子已经2、3岁了，然后白天也会鼻塞，早上起来打喷嚏、揉鼻子，甚至会流鼻血，那么你的孩子可能真的过敏性鼻炎要先处理，他打呼的症状可以减少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也是小孩特有的，叫腺样体的肥大。所谓的腺样体呢，它是一个淋巴组织在我们鼻子的后面，所以等于是后门呐哈。那后门有一个腺样体长很大，然后像一个大石头把后门堵住，那你小孩呼吸就会有困难。有一个迹象是妈妈看得到，就是扁桃腺，因为腺样体跟扁桃腺通常会一起肿。那有些孩子大概从小的时候没事，但是到2岁、3岁、4岁，他的扁桃腺跟腺样体一起越来越肿，然后可是之后会越来越小。所以在这个最肿的过程当中，如果造成你的孩子打呼到呼吸睡眠中止的话，那么我们腺样体跟扁桃腺会一起手术把它挖除掉。了解。好，那所以第3个重点就是，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孩子有没有睡眠呼吸中止症？好，那简单讲就是，他如果晚上打呼到一半会没声音，那就是表示已经塞到他醒过来会大哭，很生气。那如果有这个状况，一个晚上发生1次，每天都发生那当然这个你就可以找医生去评估，有的时候会在医院做一个睡眠测试。那如果你已经小孩比较大了，然后他这个打呼状况已经严重到他半夜开始尿床，然后白天爬不起来，然后爬起来之后开始过动、躁动。你知道小朋友没睡饱，不是昏昏沉沉，是会用过动、躁动的方式来表现，那就更是要赶快立刻找医生处理掉鼻塞、打呼的问题。那大概就这3个。好，了解，大家参考看看哦。